3年前，一场大火烧毁了我亲手创办的服装厂，也把我送进了监狱。我出狱后才发现，家人、我祖传苏绣的名号，甚至那些跟了我多年的员工，全都落到了我徒弟手里。从今往后，我都将亲手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师傅，苏绣的名号我替你接了。您刚出来不好找事做，我厂里还缺个扫地的阿姨，你明天就可以上岗。这3年你们没来看过我一次，现在还想要我苏绣的名号，你配吗？师傅，您现在除了这身旧衣服还剩什么？这3年要不是我和程远替你养着孩子，他们早就不知道在哪儿讨饭了。我留给孩子的100万，花到哪儿了？说清楚。留钱有什么用？这3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是李琦，你呢？你在哪儿？钱我会查，现在把我孩子叫出来，我看看孩子。妈，你怎么没等我们？李琦，你偷我名号就算了，现在连我的儿女都要抢。师傅，没办法，谁陪他们吃饭，谁送他们上学，他们心里就认谁。你走，不许你欺负我妈妈！阿姨，你别生气，我害怕。师傅，听见了吗？他们在喊谁妈妈，在叫谁走啊？我前脚刚进去，你们这对狗蛋后脚就搞在一起。李琦，你自己生不出来，就把主意打到我孩子身上。沈天晴，你非得当着孩子面闹得人尽皆知吗？你进去的时候孩子才2岁，为了方便带孩子，我让孩子认李琦为干妈。你能不能别这么心胸狭隘？不用演了，离婚吧，我看着恶心。我都还没给你提离婚，你凭什么先提？有区别吗？孩子在场，我给你们留最后一点脸。沈天晴，合同我早就拟好了，等你上好户口就去民政局。你不配当孩子的妈妈。家里的锁我早换了，你要住就给我滚回老房子去住。幸好我祖传的东西还在。奶奶说过，我们沈家是御用织造天衣坊的后人，以前专门给皇室做衣服。李琦，我们的账从今天开始一笔一笔算。天晴，沈天晴，你在家吗？我听说你回来了，我找你有急事。事情就这样，我出狱后才发现他们2个搅和在一起了。我的账慢慢算，你呢？唉，同是天涯沦落人啊！我出嫁当天，丈夫就死了。咋死的？算了，先聊正事吧。大晚上来找我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我加入了一个绣坊，专门给人家做衣服。前阵子接了一件10万块的嫁衣订单，然后呢，客户要求太复杂，凤尾要盘金绣，牡丹花心要打紫绣，袖口还要双面异色绣，正面是红金鸳鸯，反面是青金暗纹，不能露线头，不能透底。你这针路乱了，应绣只会全废啊！可是钱已经收了，10号前交不出来，绣坊要赔3倍钱。绣坊里所有老师傅都试过了，翻到背面全是乱线。今天7号，就剩3天了，你们还能做出来吗？本来我们都准备赔钱了，可我去监狱汇款的时候，听说你出来了，就第一时间来找你了。原来这些年给我汇款的人是你。高中那时候我们毕竟是同桌嘛。这单我接，3天后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沈天晴还没废。天晴姐，你放心，钱我们1分不要，到时候全给你，只要不耽误人家新娘子的婚宴就行，那罪过可就大了。哇，天晴姐，你这手法，我眼珠子都快跟不上了。光靠这点还不行，3天内赶出来，得找几个人帮忙。行，我把绣坊的那几位姐妹都给叫上。太晚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现在从你屋里出去，被人看到会说闲话。等早上大家都睡熟了再走吧，我先帮你打扫卫生。
杨珊珊，你来沈家干什么？师傅刚出狱，就跟客服寡妇凑一块接活了，这搭配倒是新鲜啊。杨珊珊那件嫁衣都快赔钱了吧？怎么找她来了？没那本事就别乱揽活，不光要赔钱，还耽误了别人婚期，名声都臭了。沈天晴，你给我出来！谁允许你乱跟别人接活的？你还嫌不够丢人？赶紧给我出来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马上给我出来！听说他那嫁衣交不出来，要赔3倍呢，都求到劳改犯这儿了。我看这钱赔定了。3倍赔偿啊！这下她婆家那点家底，怕是要赔个干净喽。赶紧叫她婆婆来看看，儿媳妇把脸都丢到沈家门口了。藏啥呢？不会就是那件要赔钱的嫁衣吧？再伸手，我打断你的狗爪子！咋的？接这种烂活还不让人说？他是拿衣服来找我缝补，谁再拿寡妇2个字羞辱他，我撕乱他的嘴。沈天晴，你现在连自己都顾不住，还想替别人收拾烂摊子，别把自己看太高了。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负责，轮不到你管。轮不到我？你现在还是我名义上的妻子，你在外面做的一切，丢的都是我的脸。你们做不出这批货，是不是就想我程远哥来赔这笔钱？怎么可能？你跟李琦在一起的时候，想过自己还没离婚吗？我们只是在聊工作，而你刚出来就私自接活，替外人撑头，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丈夫？柳成远，你现在真的很恶心。李琦，你别碰！这嫁衣没给人绣坏啊？这背面也有花，还看不见线头，双面异色。他坐了3年牢，手艺怎么还没废？再碰他的东西，我让你这只手再也拿不了针。会补一块袖口又怎么样？师傅，你现在没工作，连手艺传承都丢了，连孩子都不会认你。10号，老同学林婉彤的婚礼，100万级的大单，我的 AI 绣机一晚成衣。你当年教我的针法，现在都在替我赚钱。好，10号我会亲自到场，跟珊珊同一天亮相，正好可以看看到底是机器更先进，还是我的老手艺落后了。师傅，到时候别怕丢人不来呀！我要让你明白，沈家的名号在我手里才值钱。机器能仿针脚，仿不了分寸。李琦，别把偷来的东西当本事。都混成这样了，还端着沈家大小姐的架子呢。沈家在那场大火都烧没了。人家李琦都接100万大单了，他还守着老针法不撒手。周婶要是知道他那寡妇儿媳跟着这种人要赔人家30万，不得气疯掉啊！哈哈哈！来了来了，周婶来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周婶儿，你可算来了！你这婶媳妇抱着嫁衣找劳改嘴帮她绣衣服呢。听说你婶媳妇还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。嘴这么闲，怎么不回家管好自己那点破事儿？周婶儿，你怎么还护着她？周婶儿，我们也是怕你家被人看笑话呀。看笑话？珊珊是我让她来找人修嫁衣的，你们一个个听风就是雨，巴不得别人赔钱倒霉，良心呢？妈，别为了我跟他们吵。周婶护得这么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沈晴天真能替你们赔这3倍钱。柳成远，你最没资格说他。你靠入赘沈家起家，现在又裹上李琦欺负沈天晴，还要点脸不？周婶，年纪大了，说话还是留点分寸吧。还有你，自己下不出蛋，就想惦记师傅的孩子，连人家的人生都想占干净。你比村口的大黄狗还烂。周婶，我警告你，说话给我注意点。滚！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把你俩在山上小树林干的龌龊事儿全抖出来。沈天晴，你别以为有人护着你，你就能翻身。杨珊珊，你让沈天晴帮你，他现在自身难保，迟早赔得去捡垃圾吃。妈，你刚才为什么要替我撒谎？我不那么说，那些人的嘴能把你逼死。周婶儿，这份情我记下了，
也谢谢你相信珊珊。她守着我这个病老婆子这么多年，做饭抓药，半夜背我去医院。她是什么人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她心软，嘴笨，受了委屈也只会往肚子里咽。可谁要欺负她，我老太太第一个不答应。妈，别说了，我没那么好。我还没说完，那件嫁衣是我弄坏的，我拖累你这么多年，你不肯走，我就想让你恨我，离我远一点。只要秀部赔了钱，你就不用再守着我这个拖累了，到时候我再用积蓄补清赔偿。谁知你……妈，我没有别的亲人了，你赶我，我也不走。我们先看看嫁衣能不能在这2天内赶出来，这样就不用赔钱了。我年轻时也拿过针，要赶这件嫁衣，算我一个。好，现在绣房我要看料子和针路。完了，10号前咱交不了货，按合同要赔30万，咱哪赔得起啊？材料都快用完了，背面还全是乱线，这怎么交？我把天晴姐请来了，她来帮我们。她刚出狱就敢碰这件嫁衣，这料子就剩这么点儿了，错一针就废，我们自己都不敢下手，怎么敢让外人碰？这件衣服要是还有人能救，只能是她。周婶儿，现在不是讲人情的时候，针绣坏了谁赔得起？让开，我先看针脚。不行，材料不够了，你不能试。天晴姐一定能绣好，咱们的那片坏袖口就是她救回来的。双面异色，背面还这么干净，这针脚比我们老师傅还要精致，怎么做到的？你们到现在还没做好吗？老板，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吧。还有2天我就结婚了，这是我一辈子一次的婚礼，你们让我怎么收场？我听说李琦那边2天就能出一套嫁衣，人家现在还是苏绣工艺大师。我爸还跟我说过，当年沈老一针一线绣出来的嫁衣能代代相传。现在李琦继承了沈老的名号，应该也差不了。那就只能这样了，你们立刻按合同给我3倍赔钱。钱都买材料了，原价退我们都困难，3倍确实没办法呀。姑娘，我们不是想赖，是这工艺实在太难了。我只按合同办事，谁让你们不守信用，没那本事就不要接，还差点耽误了我的婚礼。合同上不是还有2天时间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件嫁衣我接。你别乱来啊，碰坏了你赔不起啊。是不是乱来？看我这一针。不是我看不起你，嫁衣是女人一辈子的体面，我不能拿婚礼来赌。别理他，我给李琦那边打个电话先。李总，我们这边急要一件苏绣嫁衣，2天内能不能做出来？2天可以是可以，不过这2天我排得很满啊。价钱好说，只要能赶出来，不耽误婚期。10号我要给镇上首富做一件100万级嫁衣，你们这种临时单，15万一件。15万？他这是趁火打劫。行，15万就15万，只要时间来得及。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们婚礼及时，不能跟首富嫁衣亮相的时间撞上，到时候媒体都在，酒店又在同一个地方。我可不想让你们这边的动静影响我客户的心情。婚礼及时竟然也要我们改，愿不愿意随你们？2天内能做这种级别嫁衣的只有我。15万我认了，可及时是2家老人挑的，李琦凭什么让我们改？那咱先考虑一下吧。不用考虑，真正能救这件嫁衣的人就站在你们面前。他叫沈天晴，沈老是他亲奶奶。哪个沈老？当年仅靠一根针绣出百鸟朝凤，被老一辈称作苏绣圣手的沈老。沈老的孙女。沈家的针手艺在他手上，李琦拿走的只是名号。这是天晴姐昨晚刚补出来的绣片，正面红金鸳鸯，反面青金暗纹。这真是手绣出来的吗？这比我想要的更好，还细。你真能在及时前做出来吗？能，前提是从现在起，所有人得听我安排。你真敢打这个包票？你们针路错了，凤羽盘金不能硬压，牡丹打子不能死堆，袖口双面异色，先藏线再走暗针。
对，难怪我们一直不敢起针。袖口这处得藏线，再走暗针。不愧是沈老奶奶的后人，这件衣服恐怕真只有您敢绣。赌一把？好，这件嫁衣交给你，沈老师，请你一定保住我的婚礼。金线、绣线，剩下的料子全拿出来，今晚谁都别睡。这针脚也太稳了吧！别说话，别打扰他。听说师傅接了个烂摊子，我这个徒弟当然要来看看。沈天晴真在里面接活啊？坐过牢回来，也只能接这种苦活了吧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守着这破宗坊过日子？爸爸，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呀？不就是绣衣服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师傅，没了名号，就只能靠接散活过日子了。这种又闷又破的地方，倒是配你现在的身份。我那边就不一样了，10号，首富家的100万嫁衣由我工作室出品 ，AI 2天成衣，全镇都等着看。阿姨，你为什么不用机器？我爸爸说，只有笨蛋才会自己一针一针的缝。他就是想逼我失控，越是这样，我越不能乱。好漂亮。妈妈，看到没有？没本事的人才靠手去挣辛苦钱，你以后要站在上面，让别人替你做事。妈妈说机器一天能做好多件，这样一针一件缝太慢了。沈天晴，你以前好歹开过厂，现在守着破绣架，不嫌掉价啊？坐过牢回来还接这种活，传出去笑死人。怪不得家里人都不站他这边。闭嘴！你们懂什么？这叫苏绣，不是你们嘴里的破针线活。坐过牢怎么了？沈师傅这一手比我们这群人加起来都强。来看热闹可以，嘴巴不干净就给我滚出去！师傅，你以前不是最神气吗？现在怎么要靠一群绣娘替你出头？丽琪，想激我，省省吧。你没事就别在这里耽误别人工作。行，我等着看你这双老手怎么输给我的100万嫁衣。该死，他竟然忍住了，怎么这都没能让他生气？请你们出去，天晴姐还要赶工，滚出去！别在这里碍眼。师傅，你还在装清高呢？你现在接的不过是我看不上的小单。李琦，你别再耽误天晴姐赶工了，请你出去。你们真以为他能救你们？客户认的是我这个苏绣工艺大师，不是一个刚出狱的人。珊珊，那客户不会真反悔吧？这单要是没了，我们连材料钱都赔不起。周先生，我是李琴，你们那件嫁衣，我现在愿意接。李总，你不是说必须改及时吗？那是误会，及时照旧，我2天内给你们赶出来，20万，保证比他那件强。20万？又加价了？15万是昨天的价，现在只有我能兜底，20万不贵。沈天晴刚出狱，你们婚礼这么大的事儿，真敢压在他身上？李总，我们已经见过沈老师的手艺了。手艺，他那套一针一线的老办法早就该被淘汰了。可他看嫁衣看的是针脚及时和新娘的体面，你只看钱。这单我们不换人。你们想清楚，2天内能做出这种嫁衣的人，只有我。我们想得很清楚，就算你免费做，我们也不要。我们的嫁衣只会交给沈老师。你免费做人家都不要，你们就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请你们立刻出去。他们疯了吧？放着苏绣工艺大师不要，信一个刚出狱的人。他信的不是名号，是手艺。行，10号那天你们就会看到什么叫真正的差距。出去，别挡我光。走，这种低档次的东西看了脏眼睛。还看什么？走。天晴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他越想看我乱，我越要把针走稳。怎么又断了？怎么会这么难？你针法不差，差的是心。什么时候心能静下来，什么时候才能学沈家的针法。天晴姐，你真的变了。
现在的你比当年更稳，也更让人安心。天晴姐，你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，歇一会儿吧。再歇我们就来不及了。停电了，肯定是李琦干的。料子废了，贾谊还怎么做？这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！畜生！不能用了。我早说了没必要来看，他们连电费都交不起，针线都看不清，哪能做得出好作品？是啊，就他们这草台班子，要不是您非得来看一眼，我们连路过都懒得路过。我就是想看看，当年我妈花天价都没能从沈老奶奶手里订到的嫁衣到底有多了不起。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，沈家的名声怕是传得太悬了。说完了吗？10号一到，我的嫁衣亮相，你这边交不出货，就等着赔钱吧。说完就让开。走吧，没意思了，还真浪费我时间。天晴姐，来得及吗？鸡汁红绸废了，就用天然蚕丝重新补。苏木出红，气草压色，矿粉稳金。也就你敢这么干，可你这身体扛得住吗？扛不住也得扛，接了单，咱就必须按时交。天哪，双面异色没乱，一点线头都没有，竟然真在最后关头赶出来了。这工艺水平，真难想到是赶工出来的作品。成了。天晴姐，快装袋，现在送医去。车借到了，只能骑这个。够了，走。你撑得住吗？嫁衣不到，我不能倒。听说对面酒楼有100万嫁衣亮相，大家都跑那边看热闹了。这边新娘子的嫁衣还没送到，怕是要出事。还有半个小时，仪式就开始了，嫁衣还没到，我这婚礼是不是完了？再等等，沈老师说会送到。这么赶出来的嫁衣能好到哪儿去？我已经不敢抱希望了。到了，换衣服，急事不能耽误。这就是李琦工作室做的100万嫁衣，太漂亮了！这排场确实厉害。表面是好看，可细节有点虚。你看这儿，线头没藏住，这苏绣工艺大师徒有虚名。这么闪，谁看线头啊？嫁衣不是舞台服，细节撑不住就没匠人味道。各位，这套嫁衣采用 AI 智能绣制，主料是进口真丝缎，裙摆镶了3600颗钻石，金线用的是高密度盘金工艺，整套造价100万级，效率、精度和视觉效果都是行业顶尖。快看，对面酒楼有凤袍出现了，看着跟皇后一样，好漂亮！什么凤袍？这也太好看了吧！风味开屏，百鸟压境，这不是普通嫁衣，这是失传的百鸟朝凤制式。这才是嫁衣，这是沈老奶奶当年绝版的百鸟朝凤嫁衣，我竟然有幸还能亲眼看到。走走走，必须得近距离现场看看。我也去看看。
一川，这么好的嫁衣，可惜今天来的人太少了。没人看见也没关系，今天你就是最美的新娘。真漂亮！我长大的时候能穿上这样的嫁衣吗？不就是绣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可是它好像真的在飞。沈月，你给我闭嘴！有你说话的地方吗？你再乱说话，就把你送走！天哪，这是什么嫁衣？也太美了！这辈子要是能穿一次这样的嫁衣，我都甘心了。双面异色异形绣，反面竟然真的没有线头，真叫沉稳毫无浮现，暗纹随光而显。这是沈家真路，是真传。李琦，你能趁我不在占了非遗名号，却夺不走沈家的传承。刘总，张夫人，婚礼还没结束，你们去哪儿？隔壁出了百鸟朝凤嫁衣，陈老都过去了，我们也得去开开眼界。李琦，我花了100多万让你做婚纱，你就给我做出这种效果，人都跑光了。林小姐，不可能，对面肯定用了灯光和噱头炒作，他们是在骗人。怎么回事？大家怎么都往那边跑？沈家真值，我倒要看看许清河凭什么压我一头。李琦、柳成远，跟我过去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这种针法，当年的他根本绣不出来。好美！婉堂，他那件就是廉价布料，哪比得上你身上的钻石？林大小姐那件不是号称100多万的高定吗？亮是亮，可钻太满，压住了衣服本身的美感。你看她那袖口是不是还有线头？花纹也死，一看就是机器压出来的。再看许清河那件，针脚干净，层次分明，凤纹一亮，整个人都压住场了。李琦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就是你收我120万做的极品高定？林小姐，您看见的只是局部细节，真正的高定看的是整体气场，不是拿放大镜去挑针脚。那他的衣服怎么解释？你不是说你是业界第一吗？现代设计讲效率和精准，机器绣制才稳定。对面那件只是借灯光占了便宜，真正做产业还得靠我这种标准化技术。标准化不等于粗糙。李琦，你这个苏绣工艺师对刺绣的理解真让我开眼了。嫁衣比的是针法、结构和体面，不是堆一身碎钻遮机器走线。你这件根本不配和台上那件相提并论。陈老，您不能因为偏爱传统手艺就这么贬低我的作品。若非今天是婚礼现场，我现在就要问问你，这个苏绣工艺大师的名号到底怎么来的？陈老，这里边流程挺复杂的，今天就别在婚礼上说这个了。许清河，开个价吧。你身上这件嫁衣，我买了。开个价吧，这件嫁衣我要。不好意思，林小姐，这件嫁衣我不卖。嫌少？50万，你现在脱下来，钱立刻到账。这不是钱的问题。100万，150万！许清河，你一个普通人家出身，这辈子见过这么多钱吗？只要你点头，林氏酒店也可以免费给你办婚礼。林小姐，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。这是我的嫁衣，也是我一生一次的婚礼，不是商品。林大小姐，我们周家不如林家，但还不至于让妻子当众脱下嫁衣换钱，请你自重。婉堂，算了，大家都看着呢。沈老师，谢谢您，没有您没日没夜赶制这件百鸟朝凤，我今天连婚礼都撑不下去。沈女士，这份恩情我们夫妻记下了，以后只要您一句话，我们一定到。什么？这件百鸟朝凤是他做的？难怪陈老都看傻了，这手艺太厉害了。小姑娘，你姓沈，你和江城沈氏刺绣的沈老奶奶是什么关系？陈老，沈老奶奶正是我奶奶。不可能！3年前你连百鸟朝花最后一针都压不住，坐了3年牢，短短2天怎么可能绣得出来？李琦，3年牢磨掉的不是我的手艺，是我的浮躁。沈氏苏绣从来没有断，
今天起我亲自接回来。放屁！这肯定是沈老奶奶留下的旧作。沈天晴，你为了翻身，连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敢拿出来卖。沈天晴，你要是真把沈老奶奶的旧作拿出来卖，那也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。这笔钱，你别想一个人独吞。沈老师，李琦说这件嫁衣是沈老奶奶的旧作，请问是真的吗？这件嫁衣是我亲手一针一线缝补出来的，跟我奶奶没关系。沈天晴，你今天嘴硬没用，我已经准备召开百鸟朝凤全属鉴定会，到时候媒体、专家、协会的人都会到场。你要真有本事，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证明，这百鸟朝凤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。也不怕告诉你，已经有著名大导演决定和我合作，将以我非遗苏绣的名号去拍一部影片，这是你们这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。沈女士，你将如何证明这件衣服是您自己缝补出来的？这件百鸟朝凤从起针到收尾，历时48小时，由我亲手完成。它不是旧作，它是我沈天晴送给新人的贺礼。亲手完成？沈天天，你坐了3年牢，脑子也坐坏了，2天不眠不休，你是神仙吗？大家别信他，他就是想借着奶奶的名头炒作自己。我能证明，这2天我们都和天晴姐在一起，我们亲眼看着她为了赶工，2天2夜没合眼，饭都只扒拉了几口，绣坊被断水断电，她就着蜡烛的光一针一线的绣。没错，沈家的藏风回雨针我们都认得，这件嫁衣上的凤凰淋雨用的就是最正宗的平乱针，除了沈家人，没人能绣出那种神韵，这绝不是旧作。旧作的丝线颜色会随时间微微暗沉，但这件嫁衣上的金丝银线光泽亮丽，是崭新的。你们这点眼力都没有吗？你们是被他收买了吧？他一个刚出狱的穷光蛋，能给你们什么好处？周太太，可否容老朽近距离看一眼嫁衣的细节？陈老，您请。李琦，你也是做苏绣的，难道看不出来吗？这凤凰的点睛之笔用的是半度针，这是沈老奶奶晚年才悟出的针法，为了让绣出的眼睛更有神采，收针时会留半根丝线的空隙，光线穿过方有流光溢彩之感。而沈天晴在此基础上将半度针与乱针绣结合，这凤眼之中的神采比沈老奶奶的作品更多了几分灵动和生气，这是青出于蓝，是创新。旧作怎么可能会有这种针法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？这针法连我都不知道。就算是他绣的又怎么样？他坐过牢，没名号，没授权，他凭什么代表沈氏苏绣？你们结婚大喜的日子，穿一个刚出狱的人做的嫁衣，就不怕被人议论吗？沈老师不是罪犯，他是我的恩人。这件假衣没有晦气，它承载的是沈老师的匠心和善意，能穿上它是我的荣幸。李琦，我不管你和沈女士有什么恩怨，但今天是我和我太太的大喜之日，你再敢对我太太的恩人出言不逊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沈天晴，你很得意是吗？你以为你赢了吗？这件百鸟朝凤是你绣的又怎样？图样、针法、商标，3年前我就全注册了，现在它是我奇韵绣坊的知识产权。沈天晴，你动一针就是侵权，我能送你进去第1次，就能让你再也翻不了身。沈天晴，你的手艺、你的图样、你的招牌，现在都在我名下。你熬2天2夜，不过是在替我证明它值钱。许小姐，你犯不着替他出头，钱给我，我随时给你做同款，还有量产。我的 AI 模型一直在学你的针法，你一双手再快，一辈子能绣几件？最多2天 ，AI 就能复刻所有细节，上百台机器同时开工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许再碰苏绣，你碰的每一根线都是侵权。许小姐身上这一套也属于我李琦，要么脱下来，要么付500万授权费。李琦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这明明是沈老师的心血，你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？规则就是这样，谁先拿到证书，谁就拥有话语权。怪只怪你们太蠢。从法律上讲，如果专利确实在他手上，这确实是这个样子。知识产权是现代商业的命脉啊。
这不是规则，这是明抢！你抢了天晴姐的东西，还要反过来告她！你为什么不生气？我抢了你的名号，你的工坊，你的孩子，你凭什么还这么平静？你能注册图样，注册不了我的手；你能抢名号，抢不走沈家的针。好姑娘，说得好啊！真正的苏绣之魂是绣在纸上、印在机器里的吗？不是，刻在心里的，是流淌在血脉里的传承。沈天晴，你们搞砸了我的婚礼，我不会放过你们！该死！那个废物在监狱里关了3年，怎么反而像变了个人一样？信性居然见长了！他信好有什么用？现在苏绣的专利和苏绣工艺大师身份都在我们手里，只要有法律在，他就一辈子别想碰苏绣。你不懂，当年师爷说过，针线活最忌讳的就是心浮气躁。沈天晴如果真的做到了明镜止水，那区专利根本锁不住他。奶奶，差不多行了。反正咱们家有苏绣工艺的招牌在，我就是闭着眼睛乱绣，那些有钱人也照样抢着送钱，干嘛非要练这个？蠢丫头，苏绣工艺是荣耀，但也是你的枷锁。如果有一天你能跳出非遗的条框，做到明镜止水，到那个时候，就算没有了苏绣传人的身份，你也一样能凭借一双手，开创出属于你自己的通天大道。该死的沈天晴！我抢了她丈夫、孩子、名号，她怎么还能那么平静？李琦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对我和孩子好，难道只是为了赢沈天晴？亲爱的，怎么会呢？我是真把你和孩子当家人，我只是看不惯他明明输了，还端着沈家大小姐的架子。妈妈，你们刚才说什么背叛啊？我不是你的亲儿子吗？明明，你当然是妈妈的亲儿子。你觉得你亲妈会是那种低头给人缝衣服的人吗？天天窝在工坊里绣花，要是被我同学知道了，非得笑死我不可。还是妈妈你威风，是大老板。我觉得很好啊。如果我亲生妈妈能做出那么好看的衣服，我一定开心死了。我长大以后一定要穿着她做的那种漂亮嫁衣出嫁。沈月，什么亲生妈妈？这3年是谁陪你？是谁给你买衣服玩具？你怎么还想着她？你虽然对我们很好，经常给我们买玩具，可我就是觉得你一点都不像我妈妈。小月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赶紧给我闭嘴！好，有骨气。再提他一句，今晚别吃饭，零花钱也1分没有。柳成远，别拖了，离婚协议、抚养权、户口全办干净，我不要孩子再跟他有牵扯。孩子在我手里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肯定不敢签离婚协议，但我可以让他放弃苏绣。沈天晴，起来！一件嫁衣让你出了点风头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以前那个高高在上的沈家大小姐了？谁允许你在外面接活的？从现在开始不准接活。柳成远，你太过分了吧？你凭什么管天晴姐接活？过分！沈天晴现在还是我名义上的妻子，她做什么见什么人都得先经过我。这是离婚协议，我已经签好字了。如果不听话，就只有净身出户，别再给这个家丢脸。协议是上个月3号打印的，那时候我还在牢里。柳成远想算计我，至少把时间对齐。少给我扯这些！你现在没名声没孩子，你敢签吗？不敢就老老实实给我在家待着。拿孩子威胁我，柳成远，你也就这点本事。签好了，现在出去。沈天晴，你就这么签了？孩子、房子，这个家，你真不要了？我的孩子你们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辈子。你还真以为自己能翻身？李琦已经开始封你的路了，很快你连一根线都买不到，到时候别说孩子，你连这个破工坊都保不住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就滚。沈天晴，你马上就会知道，离了柳家，你连站着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天晴姐，你别一个人扛，我帮你，不用替我挡道，站我身边就够。我妈说再干1个月没起色，就让我去电子厂，守着绣架，连饭都快吃不上了。现在苏绣工艺大师的名头在李琦手里，咱们连好物料都买不起，怎么翻身？想走的我不拦，留下的从今天开始听我调度，天一广不会倒。婚礼那天，很多宾客都说那件百鸟朝凤值得加彩，我把礼金里多出的20万带来了，10万是宾客心意，另外10万是我投给天一富。沈老师，我信你的手艺，也信天一坊能重新站起来。这份信任我记下了，
钱不会白花，天一坊也不会白起。几位想看点什么？我们店里的料子可是全城最好的。老板，最好的金线和云锦红绸拿出来。哎呦，这位师傅真是好眼光，一看就是行家。稍等。师傅，这料子真是太好了。百鸟朝凤的热度还在，趁现在用最好的料做一批能立住天一坊招牌的绣品。听几位的口气，是哪个大工坊的师傅吧？我们是天一坊的，这位就是做出百鸟朝凤的沈天晴，沈师傅。不卖不卖，这些东西不卖给你们。老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钱都带来了。不是钱的事儿，沈师傅，您还是请回吧。我这小店儿惹不起大人物。谁打过招呼？李总，他的公司是我们头号客户，我们得罪不起，你还是走吧。李琦，手伸得够快，他这是颠倒黑白，分明是他抄袭。除了高级布料，那普通红绸和丝线卖不卖？沈师傅，不行啊！李琦现在在行内只手遮天，我得罪不起。你们快走吧，我估摸着你们之前去过的那几家，这会儿已经把消息传到李琦耳朵里了。沈天晴，来买材料，买到一根线了吗？没线没布，你这双手还能做什么？师傅，我要让你看清楚，现在谁才是沈氏苏绣的？还在装冷静？看到这个，你还能装得下去吗？李琦，天一坊是沈家的，百鸟朝凤是天晴姐的心血，你凭什么据为己有？凭我有证书、有登记、有协会认证。沈天晴，现在不是你会几针就能说了算的时代。我已经通知了所有供货商，谁敢给天一坊一针一线，就是协助侵权。你会绣又怎样？没线没布，你拿空气绣。李总，你有必要做的这么绝吗？我们只是想重开天一坊，挣口饭吃。饭碗？我一句话，你们连一根线都买不到。想重开天一坊？不好意思，这3个字现在归我。师傅，没我的允许，你连线都买不到，别折腾了，回去当你的扫地阿姨吧。走。天晴姐，李琦把路都堵死了，材料买不到，天一港怎么办？他会堵路，我早料到了。天晴姐，你还有办法？回老宅。李琦手里拿的是商标，但他忘了天一坊这块招牌是御赐的。张导，等今天全署一确认，百鸟朝凤就是我工作室独家。您内部凤仪天下的服装交给我，量产和镜头效果都能保证。我先看现场效果，真能达到你说的东方气韵，合作可以往下谈。张导放心，今天不只是鉴定会，也是我们给剧组看的合作发布会。等模特一亮相，您就知道传统手绣早该让位给现代工艺了。各位来宾，各位媒体朋友，欢迎来到百鸟朝凤全属鉴定会。我手上有证书、商标、专利和图样登记，白纸黑字证明百鸟朝凤的合法权属人是我李琦。李大师，可据我们所知，百鸟朝凤是沈氏苏绣的传家之宝，您如何解释这件事？沈氏苏绣已经是过去式了，是我用现代管理和法律登记，把这门手艺重新变成产业。王教授，您是业内的泰斗，从法律和专业的角度，您怎么看？从现有法律文件来看，李琦女士确实拥有百鸟朝凤和天一发的相关登记权属，这些手续是完备的。说到侵权，我今天就要在这里点名一个人，许清河小姐。李琦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妻子婚礼上穿的是我拥有权属的百鸟朝凤嫁衣，立刻归还嫁衣，全网下架视频，否则律师函和500万赔偿一样都少不了。你无耻！那明明是天晴姐亲手为我绣的。沈天晴，一个连商标都没有的绣工而已，她有什么资格碰我的专利？各位，传统手艺耗时耗力，价格昂贵，但我李琦已经解决了这个难题。各位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李大师的百鸟朝凤，太适合上镜了。关键是大师说了，机器人批量生产，1周就能出货，剧组服装量也能跟上。李大师，我们公司预定100套，我们也要50套。沈前庭会绣一件又怎么样？
累死累活几个月，还不够我们1分钟的订单额。他早就被时代淘汰了。我正式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未经我工作室授权，擅自使用百鸟朝凤、天一坊、沈氏苏绣名号和图样的，我都会追究到底。李琦，你问过沈家祖宗了吗？沈天晴，你大费周章的跑来，就为了拿个老古董吓唬人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是科技时代，你以为演古装剧呢？就是拿个破卷轴当宝贝，沈家真是穷疯了。沈天晴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赶紧出去。沈女士，我是江大知识产权法的王教授。在现代法律中，权属鉴定看的是国家版权局的登记文件，而不是看什么祖传物品。李琦女士已经合法注册了专利，你拿这些是没用的。王教授，我拿出来的是李琦恶意抢注、剽窃沈家传承的铁证。这是皇帝御赐沈家先祖的圣旨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御赐天一坊，并特赐沈氏苏绣为宫廷御用。这是沈家世代相传的天一谱，里面不仅有百鸟朝凤的原始纹样，更有历代祖先手写的针录笔记，详细记录了百鸟羽毛的每一针走向，还有这些百年旧绣样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，上面的凤纹针法是不是和李琦声称原创并注册的图案高度一致？这是失传的双面苏绣神针针录，没错，这是真正的沈氏绝学。李琦那台机器绣出来的东西，连这上面的1成功力都没有。李琦女士，如果陈大师和沈天晴女士出具的这些文物及旧谱属实，那么根据我国法律，你的登记行为存在极其严重的在先权利争议，涉嫌恶意抢注他人家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够了！光凭一个伪造圣旨和几张烂纸能说明什么？如今沈家就剩你一个坐过牢的人，你连名号都没有，沈氏苏绣早就失传了。我的机器人1周就能产出货，你空有图样，却一件都做不出来。在这个时代做不出来就是垃圾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谁说我做不出来？珊珊，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传承。天啊，这真的是衣服吗？这是艺术品。那凤凰的羽毛好像在动，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衣服，我做梦都想拥有一件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配穿这么好的衣服？这件凤袍如果能抓在我手里，那些资源和订单就全是刘家的。沈天晴什么时候还藏了这一手？太美了，这才是真正的东方神韵。这位小姐，我是导演张山河，我正在筹备一部史诗级电影《凤仪天下》，找遍服装团队都找不到撑得起女主气场的凤袍，但是今天我找到了。张导，您刚才不是说合作可以往下谈吗？合作？李大师，你的机器绣出来的东西跟这件凤袍比起来，连陪衬都嫌掉价。杨小姐，只要您愿意，凤仪天下的主事官服装，我想交给天一坊。这件衣服是天晴姐的作品，你只管站稳，剩下的我来。原来是沈老师的作品，失敬失敬。沈老师，无论如何，请务必考虑一下我的提议。沈老师，这件凤袍卖吗？我出100万。100万？疯了吧！王太太，100万就想买下这样的神作，你太小看沈老师的手艺了。我出200万。200万？我出250万，我要把它定为新片主视觉服装。300万，沈老师，这件凤鳞山河我要定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假的，都是假的！300万买一件粗制滥造仿冒品，你们都疯了吗？沈天晴，你这个只会抄袭旧谱的人，你以为用几根烂线缝几下就能冒充技艺大师了？简直是痴人说梦！这件衣服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骗局，是真是假，不是你我说了算。王教授，您是国内苏绣界的泰斗，不如请您来亲自鉴定一下。好，那我就当众看一看。对，揭穿他，让所有人都看看沈天谦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这针法不是普通的平针绣，这凤凰羽毛的层次感竟然是用3层不同色阶的丝线叠加刺绣而成，这失传有的3叠羽毛针，还有这金线，这不是市面上普通的金线，它竟然被劈成了几近透明的细丝，再进行盘绕刺绣。这种技法，史书上记载只有古代皇室用的天一坊才会。陈会长，
这不是普通的百鸟朝凤，你看这凤凰的气势，这山河的纹样，这是古籍中记载的天一坊的镇坊之宝凤临山河。王教授说的没错，我沈家正是天一坊的嫡系传人。圣旨为凭，可证天一坊之源。自有江南绣坊沈氏技艺超群，深得朕心，特赐名天一坊钦此。这是同治年间的珍品圣旨。此为二证，天一谱为凭，可证真法之源。三叠羽毛针、披丝盘金绣，这里都有详细记载，一模一样。此为三证，祖传绣样为凭，可证纹样之源。而这是第四证，珊珊身上的这件凤临山河，就是我沈家传承至今最好的证。陈会长，我为我之前的武断向沈女士道歉。鉴于今日这无可辩驳的证据，我郑重提议，李琦的百鸟朝凤全属复核，必须立刻暂停。喂，李女士，关于我们公司那1000万的百鸟朝凤文创订单，我看还是先暂缓吧。我宣布，在凤临山河与百鸟朝凤的权属问题彻底厘清之前，李琦女士不得再以百鸟朝凤唯一权属人的名义进行任何商业宣传。许清河小姐的婚礼视频也无需下架。你抢走的只是一张没有用的纸，沈家的针，今天我拿回来了。你给我等着，有你好果子！天晴姐，火了，我们彻底火了。慢点说，什么事儿这么激动？你看这些，全都是订单。自从发布会之后，我们的凤临山河在网上传疯了，好多大老板都在抢着打电话下单。我们的账上现在有多少钱？我刚算过，之前那笔订单的20万尾款到账了，清回姐又给我们投了10万块，再加上这些预款，姐，我们账上现在有50多万了，整整50多万啊！他太好了，但是光有订单还不够。珊珊，你去把姐妹们都叫。姐妹们，今天叫大家来，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件事。现在我们有订单，也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，我想把这笔钱用来重建我们的工坊，大家愿不愿意跟着我一起把天一坊真正的建起来？天晴姐，我们当然愿意，做梦都想呢。是啊，这破地方早就该换了，跟着天晴姐有奔头。天晴姐，我男人就是搞建筑的，我让他过来帮忙，都是自家人，要不了多少钱。我男人在家里种地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一身的力气没地方使，我叫他过来搭把手，搬砖砌墙都行。大家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亲兄弟明算账，该给的工钱1分都不能少。我们要做的是一番事业，不是过家家。而且重建工坊有一件事比什么都重要，那就是消防。服装纺织行业本身就是1级防火单位，布料、棉线一点就着，我们绝对不能有任何一丝一毫的疏忽。天晴姐，当初那场意外就把所有东西都烧光了，还害得你坐了牢。珊珊，等新工坊建好，你立刻去联系消防部门，安排定期的消防安全培训和逃生演练，每个姐妹都要学会怎么用灭火器，消防通道绝不能堆放任何杂物。最近天干物燥，大家下班前一定要再三检查，所有电源必须关闭，绝对不能留下任何火灾隐患。对不起，天晴姐，我不该提的，惹你想起那些不开心的事儿。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人总要经历挫折才能成长。对我来说，那些经历未必是件坏事，至少它让我看清了人心，也让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才能万无一失。我这就去组织大家跟姐夫们商量建厂的事儿，保证用最快的速度、最好的质量把咱们的新家盖起来。天一坊，这一次我绝不会再让你倒下。曾经一场大火烧毁了我的心血，将我推入无尽的深渊。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屈服，让我永远无法翻身。但烈火烧不尽涅槃的羽翼，只要心头的火种不灭，我的天一堂正在废墟中重生。一丝线，一砖一瓦，我会亲手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天晴，周婶年纪大了，见过不少起起落落，你能从那样的苦日子里站起来，还能把大家重新聚到一起，不容易。今天这天一坊开门，周婶替你高兴，也替这些绣娘高兴。周婶，只要大家愿意信我，我就带大家把天一坊这块招牌重新立起来。沈师傅，我今天不是来看热闹的，我已经和几位合作师谈好了，天一坊开业后的第一批订单，我们来投。手艺人不该只被人心疼，也应该被市场看见。天晴姐，你看，大家都在等天一坊重新站起来。姐妹们，今天是我们天一坊重生的日子，未来
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苏绣的绝美。见鬼了！今天又有3个老客户说要暂停合作，一个个嘴上说考虑，实际就是看沈天晴那边起来了，想观望。你还有心思管客户？你看看这个，天一坊都挂牌了，你不是说让他别碰苏绣吗？我怎么知道他还有这个本事？他明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劳改犯，凭什么起家？他什么都没有，现在订单、人脉、孤坊全起来了。柳成远，你连自己的前妻都压不住，还指望我怎么信你？你少把责任都推给我！要不是你在鉴定会上丢了脸，那些客户会动摇。我丢脸？当初是谁信誓旦旦说他一出来就是个废人，孩子、钱、房子全在你手里，任你拿捏的？难道就我一个人的问题吗？明明，你看清楚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现在做这些就是为了抢走这个家，抢走你爸爸的钱，让你们去要饭。她是坏蛋，我不会让她欺负妈妈。不是的，她不是坏人，她做的衣服很好看，她也没有凶我。闭嘴！我养你，供你吃穿，你现在替她说话。我只是说实话。回房间，今晚不许吃饭。看见没有，连孩子都开始被他影响了，不能再让他这么风光下去。他不是想让天一阁重新开门吗？那就让所有人想起来，3年那天一阁是怎么烧煤的。你想动火灾案，要不换别的方法？那场火是他一辈子都洗不掉的污点，现在他越风光，这件事爆出来就越致命。行，反正做生意的人最怕晦气，尤其是嫁衣，谁敢穿一个纵火再绣出来的衣服？再找几个当年的旧员工出来哭一哭，说他害大家失业，害人家破人亡。他的天一坊刚开门就得关。正好林婉堂家里有媒体资源，他婚礼被沈天晴抢了风头，正憋着火呢，把料给他，他一定愿意帮忙收拾他们。沈天晴想翻身，我就让他再摔回去。我花100万重金办的世纪婚礼，居然让你沈晴听当了垫脚石，成了全城的笑话。林小姐，何必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生这么大的气？柳成元，你来干什么？你那个没用的前妻，现在都快骑到我头上来了。我是来给林小姐送一份大礼的，一份能让沈天晴永不翻身的大礼。她沈天晴可不是什么清清白白的天才秀娘，她就是个劳改犯。当年因为她疏忽大意，一场大火害死了好多人。纵火犯，要是让他那些客户，让那些准备捧他的投资人知道他过去这些烂事，林小姐，你说他的天一坊还开得下去吗？柳成远，你果然够狠！我黎家手里有全城最好的媒体资源，我倒要看看一个杀人犯还怎么得意。晴姐，大好事儿！今天上午才过去一半，就又多了10个新客户的咨询，还有2家公司直接下了企业定制的大订单。大家都辛苦了，记得让他们注意休息，质量是第一位的。还有更厉害的，之前我们联系的那个张大导演，他的助理刚才来电话说，张导过几天要亲自来我们工坊考察，如果想中了我们的工艺，不止电影的服装全部交给我们，甚至还要请人演女主角。行了行了，天大的好事儿也得先吃饭，活儿是干不完的，可不能饿着肚子干。晴晴、珊珊，你们俩也快过来吃。不好了，晴姐、周姐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慢慢说。外面来了一大群人，堵着我们的门不让开张。他们说他们是当年火灾受害者的家属。大家快来看啊！就是这个叫沈天晴的黑心老板，当年压榨我们，让我们没日没夜的干活，最后还放火烧死了我的家人啊！他就是个杀人凶手！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你还有脸出来？我可怜的女儿啊，就是被你这个黑心老板害死的！天哪，原来天一坊的老板是杀人犯！
这样的人还有脸来开工坊捞钱？他当年为了赶工，逼着工人没日没夜的干活，最后作坊走了水，他自己先跑了，我女儿活活被烧死在里面，他1分钱都没赔给我们啊！你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！我们青姐不是那样的人。你说你女儿是当年火灾的受害者，她叫什么名字？我女儿叫什么？用得着告诉你吗？你害了那么多人，还想一个个对名字赖账？当年所有受害者家属我都一一登门拜访过，每一户我都记得，你我没见过。你们看，他还想赖，他害死我女儿，现在还说不认识我，没天理呀！他说的没错，沈天晴当年确实害了不少人。李琦，果然是你搞的鬼。师傅，别急着给人扣帽子，当年那些事难道不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各位，我叫李琦，是他以前的徒弟，我可以作证，当年那场大火根本不是单纯意外。沈天晴为了赶工，逼迫工人加班到深夜，最后才酿成惨祸。闺女啊，你可算替我们说句公道话了，连徒弟都出来指证了，那肯定有问题啊！这种人开的工坊，谁还敢买他的衣服？滚出去！别在我们这里坑人！李琦，你明明比谁都还要清楚，天晴姐当初对员工是出了名的好，你为什么非得陷害我们呢？陷害？你跟他是一伙的，你当然得帮他说话。李琦，做人别太绝，人心亏了，迟早要还。周婶儿，您这话说的可真正义，不知道沈天晴给了您多少钱，才让您昧着良心替他站台？放你娘的屁！你们来天一坊门口撒泼，我都一把年纪了，还往我头上扣死盘子！不给赔偿，我今天就不走了，我就死在你们门口！好啊，那我今天先把你铲出去！疯了，这老太婆疯了！走走走，别真来铲子！以周老太的性格，她还真敢铲下去。沈天晴，别急，今天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晴姐，完了，全完了。怎么了？自从昨天李琦带人来闹事，我们谈好的那几个大订单全都黄了。不仅如此，之前平息下去的工坊权属问题又被翻出来了。现在网上所有人都在骂你，这帮颠倒黑白的畜生！天一坊不是靠几句脏话倒下的。当年那场火没烧垮我，现在更不会。各位朋友，沈天晴的行为不仅是对生命的漠视，更是对苏绣这门艺术的玷污。我师父不，沈天晴做出这种事，我痛心疾首。我今天站出来，就是为了清理门户，不能让他再败坏苏绣的名声。这是苏绣的传承证书，我李琦才是沈家苏绣唯一的正统继承人。为了让苏绣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千家万户，我们结合了现代科技，实现了精品量产。这件凤灵山河将是我们用最新技术复刻出的第一件作品。从今天起，欢迎大家踊跃订购，价格公道，童叟无牵。那不是你给苏清河小姐做的那件婚仪吗？凤灵山河，他怎么敢？他居然直接偷了你的设计，说是他们的产物，无耻，简直无耻至极！这哪是人了，分明就是一群强盗！绣销们也都被家里拦着不让来，今天一个都没敢来上班。现在厂子里就剩我们4个了。别急，他们的底牌已经出完了，他们蹦跶不了多久了。顾会长，下个月的国际文化交流展，我们苏城这边还是没有能拿得出手的苏绣代表作。我们号称苏绣之乡，却连一件镇得住场面的作品都找不到，真是笑话。要是当年的沈老还在就好了，他那一手绝活，如今竟然后继无人了吗？这有沈老的风味，难道是沈老的传人出现了吗？快去联系商家。你们展示的那件凤灵山河，我看过图了，确实有几分沈老的风格。刚刚证书会我也看了，没问题。这个合同我可以签。顾会长好眼光，不过合同细节嘛，这预付30%可不行。你们是来料加工，预付30%是行业里的规矩。看在沈老传人的份上，价格我们已经涨了几倍，这是最大的诚意。别人是别人，我是我。顾会长，实话跟您说，我们工厂排期已经到半年后了。您这批加急货，放眼整个苏城，只有我们能做。顾会长，实在不行，您可以去找别人。我敢保证，别人做不出这种水平，也拿不出来展览。那你们要预付多少？8成？我从未听过这种规矩，你们这是狮子大开口。签不签随你们，
反正我们现在火了，有的是人排队送钱，不缺您这一单。行，8成也可以。不过丑话说在前面，如果你们违约了，3倍赔偿。我唯一的条件是，你们必须保质保量，月底之前赶出来。下个月初我们要办全市文旅宣传活动，这件作品是重头戏。没问题。修改协议，按8成预付款打款给他们。另外，把违约赔偿条款加粗，写清楚，3倍。是，会长。秦姐，别走正门，快，我们走后门。怎么了？外面围了一大群人，黑压压的，看着就不是善朝，搞不好又是来闹事要赔偿的。万一他们动手伤到你怎么办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我们不能一遇到事情就躲。我也想知道，这苏城究竟哪来的那么多受害者？王叔，你也是来找我麻烦的吗？当初火灾赔给你的钱还不够吗？丫头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怎么会？当初那场火灾本来就跟你没关系，这些年你还一直给我们打钱，我们怎么会干出那种不要脸的事情？所以，王叔，您是来帮我们的？不止我，当初厂里受了你恩惠的老员工今天都来了。丫头，我们都看新闻了，那帮畜生那么欺负你，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。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一个人被他们踩死。这些年工坊没了，您还每年都给我打一笔钱，我实在受之有愧。怎么会？你为工坊尽心尽力，那都是你应得的。不是的，沈总，其实当年火灾发生那天，我亲眼看到柳成远在仓库里抽烟。我3令5申，车间内全是丝线布料，严禁烟火。你当时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因为李琦当时也在，他们两个在仓库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。沈总，你当时身体不好，我怕这种破事刺激到你。成远哥，在这里抽烟会不会不安全啊？怕什么？也就沈天清那个臭女人管东管西，她以为她沈家大小姐了不起。所以那场火灾就是因为那个烟头。王叔，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一时的犹豫，秦姐替他们背了多大的黑锅？当初坐牢的就应该是他们，这2个遭雷劈的畜生，丧尽天良。都过去了。晴姐，现在追究谁的责任已经没有意义，我们目前更重要的是朝前看。至于火灾的真相，我会亲自去查清楚，让该付出代价的人一个都跑不掉。沈总，是我对不起您，为了赎罪，我愿意留下来帮您，您就算不给我开工资都行。是啊，沈总，我们也愿意留下来。我们都想明白了，找遍整个苏城也找不到比您更好的老板了。我们愿意跟您一起把天一坊重新做起来。好，工资照发，1分都不会少。你们都是有几十年手艺的老秀婆，是天一坊的根基，有你们在，我们天一坊就一定能重新站起来。沈师傅，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啊！网上那些脏水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你是什么人，我比他们清楚。上次清河婚礼，要不是你那件嫁衣，我们周家脸都丢尽了。正好我爸那边有一批国风礼服订单，原本要交给外地厂家做，我想拿来给天一坊包工包料，先做3000套。张姐，这几针牡丹的渐变线用的太紧了，丝线稍一点，花瓣才有灵性。哎呀，还是沈总眼尖，我这就拆了重绣。大家先歇会儿吧，我买了鲜肉月饼和奶茶，趁热吃。周家这批单子赶得急，辛苦大家了。谢谢沈总，我这肚子正叫呢。沈总，网上那些人骂您黑心老板，我听着真憋屈。您对我们什么样，我们心里都有数。就是。加班费1分不少，谁家里有难处，您还先垫钱。李琦凭什么在网上胡说八道？秦姐，外面有人找你。谁？你出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大家先吃，吃完再工作。不行，咱不能光吃沈总的东西，让他一个人在网上挨骂。对，咱们都是天一坊的老员工。谁最有发言权就是咱们。录视频，实名作证。我是天一坊老员工，我实名证明，沈天晴从来没有拖欠过我们工资，更没有压榨员工。李琦在网上说的那些全是假的。沈总平时怎么对我们天一坊所有人都能作证。实名举报李琦造谣诽谤，当年的火灾跟沈总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光举报不够，网上造谣也是违法的。我报警。喂，警察同志，我要报警，有人在网上恶意造谣，污蔑我们老板和工坊。你怎么来了？妈妈，妈妈，月儿，你认出妈妈了？你果然才是我的亲妈妈，家里那个妈妈是坏人。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他们没有欺负我，也没有打我。妈妈，你不要去找那个假妈妈的麻烦，她会打你的。我的乖女儿，你怎么这么懂事？都怪妈妈，是妈妈没用，没能好好陪在你身边。孩子太懂事了，他怕我去找麻烦吃亏，才故意撒谎。柳成元、李琦，你们敢这样对我的孩子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沈月，你给我回来！谁让你来找这个劳改犯的？她不是劳改犯，她就是我妈妈，我都听到了。程远，这次文旅协会的1000万大单我们拿下了，以后就要发财了。还不是你厉害？就是沈月那个小丫头，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给她吃给她喝，心里还向着沈天晴那个贱人。既然已经离婚了，那2个孩子的名字也该改回来了，省得以后别人还以为他们跟那个劳改犯有关系。既然你都听到了，那我就跟你明说了，她确实是你亲妈，但她是个坐过牢的坏女人。你跟着她就不怕同学都嘲笑你吗？我不怕。柳成远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？你竟敢这样欺负我的女儿！这笔账我会一笔一笔跟你算清楚。跟我算账？沈天晴，你刚从牢里出来，一穷二白，拿什么跟我斗？法院已经把孩子的抚养权全都判给我了，就算他认你又如何？女儿只能跟我走。沈天晴女士，根据法院判决，由于您刚出狱，无稳定工作及收入来源，不具备抚养子女的条件，目前沈月和沈明的抚养权都归柳成远先生所有。沈月，给我回来！你不回来的话，连弟弟都不要了。你看看你妈，她现在连自己都顾不上，她养得起你们？看到了吗？我们刚刚签下了文旅协会的1000万大单，孩子跟着我，只会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。你呢？你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女儿当然知道该选谁。柳成远，你带着女儿出现在这儿，恐怕不是巧合这么简单吧？别演了，直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如果你以后还想看女儿，把天一坊转到我的名下，还有你从家里拿走的那道圣旨和苏绣传承手债，全都交出来。柳成远，我真没想到你竟然卑鄙到这种地步。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拿来当成利用的工具。我这不叫利用，我只是想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柳成远，你想的真美，我不会让你得逞，孩子我也不会让给你。你等着，我会去上诉，把孩子的抚养权都争取回来。还有，当年的火灾，我也会一五一十的查清楚。这件事跟你绝对脱不了干系。事实那么清楚，你查他干什么？你疯了？随便你去查，你能查出什么？你作为公司法人，出现火灾不是你坐牢谁坐牢？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当初我太天真，为了孩子不想牵连你们，现在不会。沈天晴，有本事你就去查！我告诉你，你什么都不会查到，你也永远别想再看到孩子。月儿，再等我一段时间，妈妈一定会把你们接回来，一定。天晴，天晴，反转了！网上的评论全都反转了。什么反转了？你看，你发了视频之后，咱们天一坊以前的员工们全都站出来用实名帮你作证了。他们说你才是受害者，舆论彻底反过来了。平台刚刚发布公告，因为恶意诽谤、散播不实信息，柳成远和李琦的账号被封禁10年。成远，这次我们不仅拿下了文旅协会的1000万大单，还靠着沈天晴那个贱人又火了一把。等我们发布新产品，肯定能卖爆，到时候我们就发财了。那是当然。我来看看，咱们的账号又涨了多少粉？今天晚上就开直播，趁热打铁，把新品预售链接挂上去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账号怎么登录不进去了？怎么可能？是不是信号不好？我看看，封禁10年，这怎么可能？沈天晴，一定是沈天晴那个贱人搞的鬼！沈老板，周总、许小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
是订单有什么问题吗？天晴有点麻烦，我们那3000套国风礼服的单子必须提前交货。提前？不是还有1个星期的工期吗？现在就要？必须在3天之内完成，我的合作商就要验货入仓。3天之内赶出来？我们还剩500多件呢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是啊，我们这刚复工，好不容易有点起色，这要是交不出来，口碑不就又垮了？徐总，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么突然吗？李琦到处把你的事情宣扬出去，又说你们诈骗预付款，导致我的合作方很担心，所以才提出要提前验货。这个李琦真是阴魂不散，他就是想看我们死。大家静一静，听我说，这单我们非但不能丢，还要做得漂漂亮亮。好了，大家都停一下，今天辛苦了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你们都先回去休息吧。可是天晴姐，这活还没干完呢，还差最后的收尾和质检，我们走了，你一个人怎么行？不行也得行。你们明天还要继续开工，要是今天把身体熬垮了，明天的工作谁来做？剩下的我来。你们相信我，都回去吧，这是命令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让你们回去休息吗？你们怎么都回来了？天晴，这么大的事，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扛。沈总，天一屋好不容易活过来，这次绝不能再倒下。都看我干什么？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，过来吃。好，我们一起把这单交出去。周总，一晚上赶出3000套，这质量能行吗？王总，直接验货吧。王总，尺码统一，针脚平整，反面1个多余线头都没有，连色差都控制得这么好，这良品率接近100%了。沈老板，之前我听信李琦的谣言，对你们有偏见。这种质量和效率，普通加工厂根本做不到。保证质量是我们的本分。好，沈老板，为了奖励你们提前且高质量交付，我个人追加50万奖金。王总，周家后续的国风礼服订单也会优先交给天一坊。服饰行业协会的会长顾曼青，他现在急需高质量的精品服饰，到时候我去给你们引荐一下。谢谢，我们以后也保证不负所望。这50万奖金是大家熬夜拼出来的，我决定拿出10万给大家分红。天晴，你太棒了！算这丫头有良心。从现在开始，大家回去带薪休假3天，都回去给我好好休息吧。天一坊这次真的站起来了，现在没能阻挡我们的脚步，我会把失去的一切一一夺回来。给大家放了3天假，休息1天后，闲不住的我还是来了工坊，想着趁没人，把昨晚留下的碎布袋和线条清一清。哟，这怎么连个鬼影都没有？程远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天一坊啊，怕是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，人都跑光了。昨天赶工累了，今天我给全厂放假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沈天晴，你都混成这副德样了，还在这装什么清高？沈天晴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奇美刚刚签下了1000万级的城市文旅服装大单，以后这整座城市的文旅项目全由我们说了算。听到没有？这就是差距。我们刚在市中心买了套大别墅，以后我们的孩子接受的都是最顶尖的精英教育。孩子要是跟着你，恐怕只有捡垃圾吃的份儿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滚！滚！沈天晴，我是看在昔日的情分上来赏你一口饭吃，把你藏着的圣旨和天一谱交出来，这50万就是你的。拿着吧，沈天晴，你这辈子恐怕都没见过这么多现金吧？别给脸不要脸。反正那些老古董放在你手里也没用，交给我们，至少还能帮你换口饭吃。拿着吧，沈天晴，你这辈子恐怕都没见过这么多现金吧？别给脸不要脸。王叔，把大黑和二黑牵出来溜溜。沈总，狗来了。沈天晴，你疯了！快把狗牵走！沈天晴，你这个疯女人，你简直疯了！王叔，松绳。你会后悔这个决定的。你就守着那堆老古迹等死吧！王叔，把门关好，免得总有疯狗叫门。好嘞，沈总。这个沈天晴真是个疯子，给脸不要脸。
我们好心好意给他送50万，他居然敢放狗咬人！给他50万，不过是想买他的时间，让他配合我们加快进度而已。他还真把那点破烂当成什么宝贝了。不识好歹的东西！要不是念在他好歹当过我师傅，谁会送钱给他？你放心，就算没有他，多花点时间 ，AI 肯定能学会并且完美复刻出来。到时候他的那些所谓的祖传手艺，一文不值。喂，顾总，你好，你好。刘总，我就是想问问，我们那个文旅项目服装的单子到底怎么样了？都过去这么多天了，我们的货很急，想知道具体进度。顾总，您放心，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，已经筹备完毕，马上就可以投入生产了。马上？这么多天过去了，你们都干嘛去了？怎么还在筹备阶段？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们的项目放在心上？哎呀，顾总，我们这可是高科技生产，我们的大模型还在学习分析最核心的工艺阶段，只要分析一结束，保证效率，要不了几天就能全部给您生产出来。大模型？什么 AI 大模型？我找你们是看中你们宣传的沈家100年工艺，你们不是说自己是沈老传承人吗？怎么还用上 AI 了？ AI 做出来的东西质量能过关吗？我们这可不是一般的衣服，这是要代表城市形象做文旅宣传的。顾总，只要能按时交货，质量没问题不就行了？你管我们是用手做的还是用机器做的干什么？顾总，说句实在话，这么短的时间，除了我们，整个市场谁能接你这个要求工艺这么高的单子？你要想提速也不是不行，但是得加钱。什么？我们已经以高于市场价50%的价格和你们合作，还提前预付了80%的款项，你现在还要加钱？没办法，顾总，谁让我们的厂子订单已经排到半年后了呢？为了您的单子，我们可是推掉了好几个大客户，已经是插队生产了。这加班加点的，成本自然就高了。行，这个项目对我们至关重要，我真的很急，我再给你们追加100万，但你们必须保证准时交货，质量绝对不能出问题，否则按照合同3倍赔偿。没问题，顾总您就放100个心吧。老公你真厉害，你看那个顾总，再大的公司老总还不是任我们拿捏。那是自然。走，去车间看看，我们的 AI 大模型把那老婆子的手艺学得怎么样了？这几天你都有盯着吧？那当然，看了，我一直都有关注着，你就放心吧。学不会，根本学不会，他的织法走线完全不符合逻辑，这要怎么控件模型？这就是你说的一直关注柳成远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刘总、李总，不行啊，这个沈氏织法太邪门了，他的走线和刺绣针法完全是反常规的，我换了好几个 AI 大模型都模仿不出来。我花大价钱请你来，不是让你跟我说学不会的。那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呀，他的数据模型就是无法建立。那顾曼西那边怎么交代？3倍赔偿啊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柳成远绝对靠不住，立刻寻找合适的工坊。一定要手工绣，最次也是用缝纫机，绝对不能用机器人批量生成。顾总，那您还给他涨价？他如果完得成，这个钱让他拿也无所谓；如果完不成，提高的价格也是3倍赔偿。顾总，最近圈子里出现了一个新闻，有个刚成立的小作坊完成了周一川的加急订单。他们其实之前也推荐给我们过，只是因为工坊太小，而且深陷舆论风波，就没有考虑他们。估计又是赶工低质量。我们是打造城市文旅品牌，必须要高质量精品。听说他们的良品率几乎100%，而且做工非常不错。当时周总还额外奖励他们50万。顾总，您看看图。立刻去联系这家工坊。不，我亲自去。上一批货的钱到账后，我立刻将工坊再度扩大。如今的工坊焕然一新，分为了2个部门，一个是保留传统工艺的精品手工部，另一个是引进了数十台高端缝纫机的织造部门，效率和产能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真没想到，就这么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工坊，工艺水平竟然能达到这种高度。周总，你的眼光很毒辣啊！不是我眼光好，是沈小姐的实力确实过硬。顾总，您看这边，这些都是手工部的精品，每一件都称得上是艺术品。天晴，快过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顾氏集团的顾总。
顾总您好，我是沈天晴。沈小姐，我看了你们给周总做的加急单，很出色。不过我们这次文旅项目的要求更高，对于丝线的韧性和光泽度，以及在不同光线下的色彩呈现，都有近乎苛刻的标准。顾总请放心，我们采用的是18捻的桑蚕丝线，韧性极佳，不易断裂。至于光泽度，我们有独家的植物染色和固色工艺，能保证色彩饱满且持久，在不同光视下会呈现细腻的渐变光感。顾总，您还记得我结婚时穿的那件百鸟朝凤婚纱吗？就是天晴亲手为我打造的。百鸟朝凤，沈天晴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当初对外宣传的不是李琦大师的作品吗？柳成元那边可是信誓旦旦的保证，那是沈家嫡传的手艺。李琦，他就是个骗子，盗用了沈家的名号，在外面招摇撞骗。天晴才是沈老唯一的亲孙女，沈氏之法真正的传人。什么？沈老那位国宝级之绣大师沈静云，竟然是你奶奶？没错，天晴，沈小姐，我总算找到你了，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。我们集团有一个城市文旅品牌的定制大单，需要1万件融合了传统刺绣元素的服饰，工期就是这个月底，还有不到20天。因为特别紧急，最终加工费我给1000万。只要你点头，我现在就可以让财务打500万预付款到你的账上。顾总，感谢您的信任，但1个月1万件，这个数量和时间都太紧张了，我不敢100%保证能完成。我不要你的保证，就冲你这份实事求是的态度，而不是像某些人一样满口谎言。这个单子我就认准你了，哪怕你最后完不成，这笔钱我们也绝不追究1分1毫。好，顾总，我们尽力去完成。刘总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核心的 AI 演算模块烧了，再跑下去整台机器都要报废。废物，连个机器都看不住，让开，我亲自来。这不可能，这根本不是人能织出来的东西。李琦，月底之前要是交不了货，我们要赔的可是3倍违约金，3倍啊！我们是要赔到破产的。大家先停一下，顾氏集团500万预付款到账了。天晴，太好了！有这笔钱，你就能请最好的律师把孩子的抚养权抢回来了。这笔钱1分都不能动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一直想把孩子接回来吗？这是顾总提前付的订单款，货还没做，每1分钱都要用在原料、人工和设备上。我再想孩子，也不能挪用公款，砸了工坊的根。那就看着柳成远和李琦继续风光，不会太久了。什么意思？李琦那台智能织布机根本吃不住18捻桑蚕丝。顾氏这批文旅大单标准越高，他们的机器越容易卡线烧机，没有沈家的走线和固色手法，他们撑不住。所以你在顾总面前提出那些标准是故意的。我只是把真正的标准说出来，做不到的人自然会露馅。现在起诉柳成远会拿我坐过牢、刚起步、收入不稳说事，法官也会觉得他那个完整家庭更适合孩子。姐，按您这样说，他们确实离死不远了。还不够，我等贪得无厌的他们上门，再利用他们的贪婪，最后给他们添一把火。姐，还得是你，思路清晰。现在我们只做2件事：第一，把顾氏这1万件订单做好；第二，等他们来求我。这一次，我要一击必中。天晴，不在你们日进斗金的大厂待着，来我这小作坊做什么？沈天晴，我们来跟你做笔买卖。我跟盗用我奶奶名号的人没什么买卖可谈。开个价！沈家针法秘籍，尤其是固色和走线的核心方法，我们要了。100万，现金支票，随时兑现。你一个刚出狱的人，这钱够你安稳过日子了。100万就想买沈家的祖传本事，你们是不是想得太天真了？他们还是这么急功近利，以为拿到秘籍，机器就能学会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沈家的核心手法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。就算买到了所谓的秘籍，他们最后会发现自己的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在最不应该的地方。沈天晴，你别不识好歹，除了我们，没有任何人会买你那本烂书。我们是可怜你刚从牢里出来，什么都没有，才会愿意给你这个机会。
可怜我？那我不需要你们的可怜，你们立刻离开这里，我不想再看到你们。沈天晴，时代变了，我们买你的针法是看得起你这门老手艺。这些针法拆解出来是要为给 AI 模型进行申述学习和数字化升级的，你懂吗？我们这是在帮你发扬光大沈家。发扬光大是为给你们那台连18碾桑头丝都消化不了的破机器吗？我奶奶的天医谱是心血和灵气的结晶，不是写给冰冷机器看的。100万，你们打发叫花子呢？难不成你真以为凭你这小作坊能跟我们抢故事的单子？能不能抢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我的东西不卖给贼，请回吧。沈天晴，你别忘了，月月还在我们手上。你要是再这么不合作，以后就别想再见到他，一面都别想。你一个刚从牢里出来的，真以为能抢回孩子？法官会把孩子判给你这种有案底、收入不稳的单亲妈吗？别做梦了，识相点儿。拿了钱，我们还能让你偶尔见见孩子。来了，他们终于亮出了最后的底牌。月月，我的月月。好，100万，我卖给你们天医谱的针法拆解，但我要一个条件。说。我要月月来我这里住3天。他上钩了，让他见几天，安抚一下。反正抚养权在我们手里，孩子随时能要回来。好，我答应你，100万给你。怎么不是原版？原版早在那场大火中烧没了。孩子在你们手中，你们觉得我干得出那种出尔反尔的事情？我可以对天发誓，一切都是真的，没有删减。师傅，是不是删减版我认得出来？要是你敢耍猫腻，你永远也别想看到孩子。月月，妈妈。王律师，钱到账了。沈小姐，这笔钱能证明你的经济能力，是个非常好的开始。但是对方有完整的家庭，在法官那里占有优势，要扭转局面，光有钱还不够。还需要什么？你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，证明他们不适合继续抚养孩子。月儿，我一定会把你们夺回我的身边，等着我，很快了。月牙儿，醒了，快来，妈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鸡蛋饼。妈妈，你还记得我的小名？傻孩子，妈妈怎么会忘？快趁热吃。他们平时都给你吃什么？李琦阿姨说做饭浪费时间，家里都是钟点工作或者点外卖。我的月月，这些年让你受苦了。妈妈，我不想回去了。妈妈知道，你相信妈妈，我一定会把你和弟弟都接回来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妈妈，弟弟，沈明他其实不坏，他只是被他们骗了。他们总跟他说你是坏女人，抛弃了我们。我知道，他一个人在家很孤单的。李琦阿姨和爸爸总是不在家，家里只有玩具陪他，他也很想有人陪他玩。对了，妈妈，弟弟有一个最心爱的宝贝，是个小星星形状的吊坠，他走到哪儿都带着。小星星吊坠，是不是银色的，上面刻着一个名字？对，就是那个。那是妈妈专门为他定做的，怕他走丢。里面有定位，还有哭声触发录像功能。火灾当天，弟弟在现场。月月，这个吊坠是扳倒他们的唯一机会。妈妈，我回去劝弟弟把吊坠拿出来，他们骗不了我，也别想再骗弟弟。姐姐，你回来啦！小明，姐姐问你，你这个吊坠能不能借姐姐看一下？不行，这是我的宝贝，我可不借给别人。姐姐不是别人，这是妈妈送给我的东西，任何人我也不给。刘总、李总，按你们提供的针法数据 ，AI 已经完成初步学习，这是第一批样品。才1天就能绣这么多？什么100年传承手工技术，在现代科技面前不堪一击。沈氏针法也不过如此。顾曼星那单旅游大单还不是手到擒来？我看沈清林还怎么翻身。
目前 AI 只掌握基础纹样，要提升水准，还需要大量数据学习和调试。行了，机器能跑，能出货就行。老婆，我已经让销售部去接新订单了。太好了，等 AI 沈世秀名声打出去，订单还不是雪花一样飞来？到时候谁还记得沈天晴？谁让你坐这儿的？看看你鞋底的灰，把我地毯都踩脏了。乡下野惯了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这是我爸爸的家，我为什么不能做？现在这个家我说了算，你想待下去就给我老实点，别给我摆大小姐架子。你根本不是我妈妈，死丫头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不是你妈妈。你就是个小偷，偷了我妈妈的账工，偷了她的家，还偷了她的刺绣工坊。你拥有的一切都是偷来的，反了你了！放开我！你这个小偷！记去反省，今天谁也不准给他饭吃。姐姐，你吃点吧，以后别惹妈妈生气了，只要听话，她就不会罚你了。她根本不是我们的妈妈，你忘了吗？今天是你生日，他们自己出去玩，根本没想过我们。走，我带你去找真正的妈妈，只有她会给你过生日。儿子，生日快乐！小明，多吃点儿，这是你最爱吃的排骨。好香，我以前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，谢谢阿姨。喜欢就多吃点儿。小明，能把你脖子上的吊坠给我看看吗？小明，给妈妈看吧，没事儿。你看，这是妈妈和你的合影，那时候你才2岁。你真的是我妈妈。小明，她就是我们的妈妈，我们一直都被爸爸和那个坏人骗了。可是爸爸和李姨说妈妈是坏女人，早就不要我们了。好啊，你们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敢背着我们来见他！还过生日，吃柳家的住柳家的，转头就认这个女人当妈。沈月，是不是你带坏小明的？爸爸，不关姐姐的事，是我肚子饿想出来吃的。闭嘴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再替他说话，连你一起收拾。柳成远、李琦，当着孩子的面，你们还要不要脸？孩子是我们柳家养大的，抚养权在我们手里，我们想怎么管教就怎么管教。你再不管，我就报警，说你拐孩子。抚养权，很快你们就没资格抚养。柳先生、李女士，我是沈天晴女士的委托律师，这是诉讼申请书，还有撤销你们抚养权的起诉函。什么？柳成远，当年你用脏手段抢走孩子，却没尽过一天父亲的责任。从今往后，你不配当孩子的父亲。现在，我要把我的孩子全部要回来。起诉啊！沈天晴，你是不是在牢里待傻了？就是沈天晴，你以为你现在开了个破工坊，算个什么老板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柳家现在手里握着千万级的大单，住的是市中心的大别墅，名下有自己的加工厂，账上的现金流说出来吓死你。你再看看你自己，一个刚出狱的劳改犯，开庭？行啊，我倒要看看，法官是把孩子判给身家千万、社会地位高尚的我们，还是判给你这个有案底的社会底层？想跟我们争抚养权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放开我，我不跟你们走！妈妈，爸爸，等你放开姐姐！柳成远，你放开孩子！滚开！沈天晴，孩子是我的！你再纠缠，我立刻报警抓你骚扰！白眼狼，吃我们柳家的，住我们柳家的，转头就认那个坐牢的贱人当妈。沈月，我警告你，回去之后老老实实给我去杂物间反省，3天不准吃饭。妈妈不要管姐姐，姐姐没有做坏事，是我吵着要见的，你罚我吧。小明乖，妈妈怎么舍得罚你呢？你跟姐姐不一样，你还小，是被那个老女人和沈月这个死丫头给骗了。听妈妈的话，那个沈天晴是个坏人，他会害了你的。乖，只要你听话，等会儿回去，妈妈立刻给你买你最喜欢的限量版大恐龙玩具，好不好？我的星星吊坠，妈妈，我的星星吊坠落在刚才那里了。拿那破烂玩意儿干什么？那老女人给的垃圾，丢了就丢了啊！乖，明天妈妈带你去商场，给你买个纯金的星星吊坠，比那破玩意儿好看100倍。妈妈，可是你以前不是告诉我，那个银色的星星吊坠是你亲自送给我小时候的生日礼物吗？哎呀，几年前的事我哪里记得那么清楚？反正就是个不值钱的破东西，你老念着它干什么？小明，妈妈一定会把你们家。沈总，您别太担心，只要我们接下来收集到足够的证据，证明柳成远和李琦存在虐待儿童的行为，法官一定会把抚养权占给您。把它交给技术部门修复，
看看里面有没有跟火灾有关的证据。好的，沈总，我会以最快的时间把它修复。顾总，您怎么突然来了？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们好准备准备。是啊，顾总，快请进。为了赶您的订单，我们工人都在加班。您看，这批货已经完成一大半了，我们采用最新生产模式，最后把模块一合，马上就能交货。为什么是一半一半的修？为什么不在完整成衣上做？这样拼起来接口不会出问题吗？顾总，这叫模跃化生产，把一件衣服拆成不同模块，分工制作，最后智能拼接，效率最高，工期最短。传统那种一件一件做早过时了，我们这才是高效率生产。我明白了，你们继续忙。什么意思？夸我们一句都不会？他一个搞行政的懂什么生产，估计是被咱们模式镇住了。别管他，咱们成功在望。顾总，您来了。这些都是完成的成品。是，目前完成3216件，全部经过首轮质检。这里是每批质检记录，针脚密度、图案还原度、尺寸误差都在标准内。针脚稳定，做工也细。沈总，你们良品率很高。我们是师徒责任制，每道工序责任到人，速度不是最快，但质量不能乱。你做得很好，比我想象的还好，继续保持，我很放心。谢谢顾总信任，我们一定准时交货。顾总，这么快就想我们了，是不是被柳氏的效率震撼到了？李总，我正式通知你。通知什么？项目提前，交货日前3天，我要进行最终验收，到时候我只看完整的通过质检的成衣。什么？只看完整成衣？顾总，我们那个模块化生产……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模式，我只看合同要求的成品，数量和质量不达标，一切按合同办。顾总，这也太突然了吧！希望你们的高科技真能按时交货。程远，顾曼青这女的来真格的，交货日提前了3天，算下来我们只剩下不到3天的时间了，真的没问题吧？放心，时间很充裕，甚至还有更充裕的时间。工人们24小时轮班 ，AI 机器又不用休息。等我们完成了这一单，顾曼青这个贱人还不是得求着我们给他做？我也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整天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给谁看呢？等这次交了货，看他还怎么在我们面前摆谱。组长，这根本对不上啊！这左袖的弧度和衣身怎么差了这么多？我这更离谱，这箱子里全是右袖，怎么一件左袖都找不到啊？怎么回事？都嚷嚷什么呢？马上就要交货了，你们怎么还没拼好？刘总、李总，出大问题了！这些 AI 绣出来的模块根本没办法拼成衣。什么叫没办法拼 ？AI 不是按照图纸绣的吗？是按照图纸绣的。但是 AI 只学会了表层纹样，根本没有理解沈氏针法里的结构逻辑和缩水比例。这针脚一拉紧，布料变形的程度完全不一样。模块拆开看像样，合起来全是废品。纹样对不上，左右袖合不上，尺寸全部错位了。那我让你查的左右袖子呢？为什么全是右袖 ？AI 在识别镜像的时候出了系统 bug， 把左袖的纹样也当成右袖去绣。我们这3天赶出来的大半都是废品啊！废品，全部是废品！完了，顾曼青的违约金我们赔不起，柳氏会破产的。要不是你非要贪快，非要用什么 AI 技术，能出这种纰漏吗？怪我！当初是谁说这个方法省时省力还能把利润翻倍的？你同意的比谁都快。还有你这个废物技术员，公司给你开那么多工资，你连个系统 bug 都发现不了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刘总，前期开发时间根本不够，是您强行要求上线生产的。来了，顾曼青要来收货了。程远，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去求沈天晴。求他？他恨死我们了，怎么可能帮我们？他上次收了我们100万，现在就是穷疯了的野狗，更何况我们手里还有女儿。对，能帮我们改这批废货，只要他肯救场，反正沈月区区一个女儿还不听话，孩子可以还给他。沈天晴，我们来给你一个机会。不是说了禁止这种闲杂人等入内吗？怎么让他们进来的？他们手里提着很多钱，说是跟您有大生意要合作。这里面是100万现金，只要你帮我们把那批货救回来，这钱就是你的。你们拿走，这个钱我不要。别给脸不要脸，之前给你100万你不是拿了吗？还在这里装什么清高？抱歉，我的天一广不缺钱，也不缺活，两位请回吧，别脏了我的地方。沈天晴，你别忘了，你儿子女儿还在我手上，你不是想要你女儿吗？对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帮我们把这批订单完成，我们不仅把女儿还给你，我甚至可以考虑让你见见你的宝贝儿子，怎么样？这个交易你做不做？孩子不是你们用来交易的筹码的工具。是吗？那你就等着一辈子都见不到他们吧。你女儿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，心痛吗？如果你不肯合作，
他一定还会没饭吃。你们两个畜生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！出来吧，张律师！柳先生，李小姐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是沈天晴女士的代理律师，这是我当事人申请变更子女抚养权的最新法律文书，请两位过目。变更抚养权凭什么？就凭我们刚刚向法庭补充提交了2位利用孩子作为筹码进行威胁交易的最新证据，就是刚才这段对话的全程录音。你算计我们！沈总，我们来验货了。顾总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顾总，这批货的订单不是在我们公司吗？你怎么找到他这儿来了？难道你把订单交给他了？你们合起伙来坑我！沈天晴，你好狠毒的心！合伙坑你，柳先生、李小姐，你们的合同白纸黑字写着依然有效，但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，那批被你们糟蹋的货，你们完得成吗？要不是我当机立断，紧急找到沈小姐临危受命，我整个文旅项目都要被你们这2个废物拖下水。李琦，我教你手艺的时候就说过，刺绣如做人，一针一线都不能走歪。你的手艺底子还在，如果你一开始就肯靠着它踏踏实实的去干，而不是总想着走捷径，动那些歪心思，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你少在这里假惺惺！验货完成度怎么样？报告顾总，天意不仅完成了本阶段的全部订单数量，还超额交付了10%。经初步检验，所有成衣质量均为优等。很好，沈总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天一府将作为我们文旅项目的核心合作方，后续所有高端定制系列都由你们全权负责。沈天晴，是你，全都是你设的局！你故意害我，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订单，抢走了我的一切！顾曼青，你这样做是违约，我们的合同还在，我要去告你们！告我们？恐怕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这是我方法务部出的律师函。李琦，你的公司提供的样品与实际货物严重不符，恶意毁坏我方提供的珍贵物料，并造成项目严重延期，已经构成根本性违约。我们要求你方赔偿3倍预付款，并承担所有物料损毁和项目延迟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。我们法庭上见。破产了，我们破产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，房子没了，公司也没了。你现在知道完了？当初是谁说 AI 审视就能赚钱？是谁说机器一开订单就能翻倍？你少往我身上推！不是你贪快，非要没调试好就上机器，会有今天吗？要不是你假冒沈家传人，抢沈天晴的名号，顾曼琪能盯上我们，沈天晴能反咬回来。柳成远，你别忘了，当年是谁让我顶替他的？是谁说只要沈晴天进了监狱，沈家的一切都是我们的？你闭嘴！怎么，现在怕了？当初吃沈家饭、住沈家房、抢沈家厂的时候，你不是挺有本事吗？你要是真有沈家的本事，公司会破产，你就是个假货！你才是废物！没有我，你早就是沈家的上门女婿，一辈子抬不起头！这里已经查封，请你们马上离开。天晴，柳氏完了，顾总的订单也稳了，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？公司赢回来只是第一步，当年的火才是我真正要查清的事。沈总，吊坠里的旧视频，技术部门已经修复出来了。既然柳成远的烟头点不燃，那我就加一把火。到时候我救出他儿子，柳成远只会感激我。张律师，报警！我要让他们为这场火付出真正的代价。3年牢，沈家的厂，孩子的童年，我都要他加倍偿还。视频能证明李琦进入起火现场，但还需要补足物证和证人。当年厂里不是还有个看夜班的王叔吗？王叔当年突然离开苏州，我一直觉得不对。沈女士，是您报的案吗？证据在这里，这是关于3年前火灾案的重要证据。我要对当年的火灾申请重新立案。我们会立刻做技术鉴定，如果视频属实，当年的案子要重新立案。不只是重新立案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沈家不是罪人。查封期间，任何人不得私自进入。我们就拿点孩子的东西，贵重物品已登记封存，生活用品可以申请。连孩子的衣服都不让拿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李女士，请配合。
还看他，他把我们害成这样，你还想着他？还给我！那是我妈妈！你们骗了我们那么久，还想骗到什么时候？闭嘴！没有我，你们吃什么住什么？我们宁愿吃馒头，也不想再被你们关起来。当着执法人员的面动手。刘先生，法院已经受理临时保护令申请，2个孩子从现在起由第三方机构临时安置，你们不得接触。小明，我们终于不用回去了。李琦女士，我们是市警察局的，3年前服装厂火灾案有新证据，请你回去协助调查。什么火灾案？不是早就结案了吗？现在案件重新调查，请你配合。程远，你快跟他们说，当年那火跟我没关系。警官，我先说明，当年我只是去过车间抽了根烟，但烟头我明明踩灭了，后面他又倒回去干了什么，我根本不知道。柳程远，你现在把我推出去！警察同志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我也没想到这婆娘这么狠毒。刘先生，后续也需要你配合调查。我配合，我一定配合。我也是被他骗了。柳程远，你别想摘干净。当年要不是你想吞沈家的厂，我会走到这一步吗？李琦女士，请上车。柳程远，你等着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天晴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柳程远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天晴，我是来跟你说清楚的。3年前那场火，我确实去过车间，也确实抽过烟，可我把烟头踩灭了。是李琦，是他自己倒回去放的火。所以你现在来找我，是想让我信你无辜？我不敢说我一点错没有，我错在糊涂，错在贪心，错在被李琦迷了眼。可天晴，我没有想害死你啊，可千万别告我啊！你没有想害死我，可你看着我坐了3年牢无动于衷，还贪慕虚荣，蒙骗我的孩子，让他们认贼作母。天晴，你要理解我，当年火灾导致柳家完了，孩子也没人照顾。天晴，我承认我自私，可我心里一直有你啊。小月、小明，爸爸以前做的不好，爸爸改，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过。我不要回去，你才是最坏的人。天晴，孩子还小，他们需要一个完整的家，别人家都有爸爸妈妈，我们不能让孩子一辈子被人说没爸没妈吧？他们以前有爸爸，也没少挨饿受怕。我以后不会了，我保证。天晴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，看在2个孩子的份上，你给我一次机会。你刚才当着警察的面甩开李琦，现在又跪在我面前说爱我。柳程远，你爱的从来不是谁，你爱的是谁能救你。不是的，天晴，我真的还爱你。你欠我的，欠孩子的，不是一句爱能抵掉的。别再拿完整家庭来绑架我，孩子的家我自己给。我从业40年，只在古籍里见过天一方的记载，今天总算见到真东西了。之前我只看登记文件，差点让恶意抢注变成事实。沈女士，我欠你一个公开道歉。王教授，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听谁道歉，我要拿回沈家的名字，也要撤销李琦利用沈家旧谱抢注的所有权属登记。沈女士，历史证据很完整，但重新认证传承人还需要公开展示技艺，尤其是沈氏针法失传多年，必须证明你不是只拿着祖传物品，而是真正掌握这门手艺。天晴，你愿意现场完成一段沈氏针法吗？天晴姐，别怕，你一路怎么走过来的，我们都看见了。沈姑娘，你尽管秀。你当初救下珊珊那件嫁衣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沈家的针没断。好，天晴姐，当初我抱着那件快赔钱的假衣去找你，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一件事。要不是你，我和我妈早就被那件假衣压垮了。也是因为你，我才知道女人不是只能认命。今天该轮到你把自己的名字拿回来了。沈姑娘，老太太不会说漂亮话，我只知道你的针救过我们一家，也救过天一坊这些姐妹。今天谁敢说你不配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谢谢。
这是沈氏金针，这根针也有来历。沈氏苏绣传到第7代时，曾有一套金针，传说只有真正掌握沈氏针法的人，才能用它披丝、藏线、渡用眼。如果他今天用这根针绣不出来，那这些祖传证物也只能证明沈家曾经辉煌。可要是他绣出来了，李琦那些登记就璀站不住了。沈家的针不靠嘴认，请二位看清楚。他不用描样，真正的沈氏针路先在心里成图。他在披丝，这么细的金线，稍微一抖就断了。3叠羽毛针，外名忠臣李藏光，没错，是3叠羽毛针。这里写着羽分3叠，光藏其中。它的针路和古谱完全一致。天晴姐，凤眼最难，沈氏针法里，凤眼不能死绣，得留半寸光路。亮了，这不是颜料，也不是珠片，是针法带出来的光，半渡凤眼针。这就是沈氏失传多年的半渡凤眼针。正面成凤，背面无痕，这不是机器能仿出来的。针法、纹样、绣样、古谱全都对得上，而且它不是复刻旧样，是在旧针法上做了活用。沈天晴，你展示的3叠羽毛针、披丝盘金绣、半渡凤眼针均与天一谱记载一致。我以专家身份确认，沈天晴女士所持传承资料、祖传绣样和现场技艺之间存在完整对应关系。此前李琦所登记的相关权属确有重大在先权利争议。陈会长，是否意味着李琦的百鸟朝凤权属会被撤销？协会会向相关部门提交复核意见，凡涉及恶意抢令、冒用沈氏传承的登记，都应依法撤销。那沈女士是否会恢复沈氏苏绣传承人身份？我代表苏绣协会正式提议，恢复沈天晴沈氏苏绣代表性传承人认证，并启动天一坊历史名号复核保护程序。天晴姐，你做到了，他们抢走的名字你真的拿回来了。不是我一个人拿回来的，没有你，没有周婶，没有天一坊那些姐妹，我走不到今天。好啊，沈姑娘，沈家的针没断，你也终于不用再背那个脏名声了。奶奶，沈家的针我接回来了。沈天晴，签下这个名字，从今天起，天一坊该回到真正的传人手里。天一坊回来了。本案为沈天晴诉柳成远离婚、子女抚养权及财产分割松散案。经审理，法院已查明，柳成远在婚姻存续期间与李琦存在不正当关系，并长期隐瞒事实，导致夫妻感情彻底破裂。法官，我承认我糊涂，可我现在知道错了。我和沈天晴还有2个孩子，我们这个家不能就这么散了呀！被告请坐下，不得扰乱法庭秩序。审判长，柳成远不仅存在婚内过失，还长期放任李琦对2个孩子进行情感操控和不当惩罚。我们提交的录音、视频、心理评估报告均可证明2个孩子在柳成远及李琦共同生活期间身心受到严重伤害。2个孩子目前对沈女士形成稳定依恋，且均明确表达不愿回到柳成远身边。尤其沈月多次提及被关禁闭、饥饿惩罚和言语羞辱。那都是李琦干的，我不知道，我是他们亲爸，我怎么会害他们？你知道，每次他罚我，你都在家，你只是装没看见。爸爸，我以前求你别管姐姐，你还骂我多管闲事。小月、小明，爸爸那时候是糊涂，爸爸以后改。爸爸，你每次都说以后，可你从来就没有去做过。本院认为，沈天晴女士目前经营稳定，具备独立住所、稳定收入及良好照护条件。柳成远名下公司已破产，现无稳定经济来源，且存在婚内过错、对子女照护失职、利用子女威胁原告等行为，不宜继续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。判决如下：准予沈天晴与柳成远离婚，婚生子沈月、沈明由沈天晴直接抚养，柳成远依法待其收入恢复后，具体金额核定。不，法官，我现在都破产了，我拿什么给抚养费？抚养义务不因破产而免服。关于夫妻共同财产，因柳成远存在重大婚内过错，并涉嫌转移、侵占沈氏相关资产，现有查明财产中沈氏天一坊相关权主宅、苏绣传承资料及由沈天晴个人恢复经营所得，归沈天晴所有，柳成远无权分割。同时，柳成元应配合沈天朝办理子女户籍、学籍及相关监护手续变更，若拒不配合，依法强制执行。宣判完毕。天晴，孩子真的判给你了，可我也是他们爸爸呀。你现在想起来自己是爸爸了？小月、小明，爸爸错了，你们别不要爸爸。我害怕你。你不是怕我们不要你，你是怕自己什么都没有了。柳成远，房子、公司、孩子，沈家的名字你一样都没留住，不是我抢走的，是你自己弄丢的。
天晴，我真的后悔了。你后悔的太晚了。3年前，天一坊还只是一间小作坊。3年后，他参与电影《凤仪天下》主视觉服装制作，成为凤林山河文旅项目核心合作方，也把沈氏苏绣带上国际时装周。今晚是凤林山河文旅项目正式亮相，也是天一坊沈氏苏绣系列首次公开拍卖。天晴姐，3年前我们还在铁皮作坊里抢料子赶横单，现在跟做梦一样。不是梦，是大家一针一线熬出来的。沈总，今晚之后，凤林山河巡展正式启动，天一坊会出现在更多城市。还有电影，沈总，你说自己不会演，结果观众都说你才是东方女主的样子。我只是让大家看清衣服。不，你让大家看清了天一坊。接下来这件拍品是沈天晴女士亲手绣制的孤品百鸟朝凤衣。这件衣服耗时6个月，共用37种丝线，凤眼采用沈氏半度凤眼针，百鸟羽纹使用3叠羽毛针。它也是凤林山河文旅项目的开篇藏品，起拍价300万、 500万、 600万、 800万、 800万一次、800万2次、 1000万。天晴姐，1000万不是钱，是有人终于看懂它值在哪里。1000万一次、1000万2次、1000万3次，成交！沈女士，百鸟朝凤衣拍出1000万成交价，也为凤林山河项目打响第一锤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谢谢各位认可天一坊，也谢谢大家认可沈氏苏绣。3年前，我重新拿起针，只是想证明沈家的手艺没有断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一根针能做的不只是替自己洗清冤屈，它也能给更多人一份工、一口饭、一条重新开始的路。这件百鸟朝凤衣卖出1000万，但这笔钱我不会带回天一岗。我宣布，这1000万全部捐给灾区，用于灾后安置、校服制作和妇女就业帮扶。沈总，您确定全部捐出吗？确定。当年我最难的时候，也有人给过我一碗热饭、一件旧衣、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。现在天一关站起来了，也该把这份机会递给更多人。这才是凤林山河真正的魂。1000万，天晴，天晴，我错了。妈妈，这就是你刚出来的时候住的地方。那时候屋顶漏雨，机器也是旧的。那你怎么撑下来的？靠手艺，也靠身边这些愿意一起熬的人。沈总，今天新来的学徒已经安排好了，先让他们练基础针，不要急着上成衣。明白。妈妈，这些人都是来学刺绣的吗？有的是灾区来的，有的是单亲妈妈，还有以前在工厂干不下去的女工。天一坊包培训，也给他们安排工位。你当年那么难，为什么还想着帮别人？因为我知道，人没有自己的本事，就容易被人拿捏。天一坊不只做衣服，也要给人一条活路。手别绷太紧，线顺了，针才顺。谢谢沈总。妈妈，我也想学。你想学刺绣？以前他们说男人拿针没出息，可我觉得你拿针的时候最厉害。沈家的针不分男女，只分你有没有耐心，有没有敬畏心。
那我也学。沈家的东西不能只让妈妈一个人扛。这下好了，沈总收了2个最难管的徒弟。学针不是好玩的，手会疼，眼会酸，坐久了腰也疼。我不怕，我也不怕。第一针不求快，只求正。针下去之前，先看清纹路，这叫起针，起得正，后面才不会乱。我是不是绣坏了？第一针歪了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明知道歪还硬往下走。拆了重来。妈妈，我怕扎到手。怕没关系，怕才知道认真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看，他们都回来了。以前丢掉的日子，我们慢慢补回来。我曾经以为失去的东西再也回不来，后来才知道，只要人还在，针还在，家就能一针一线缝。这么晚了，还不回去？明天公益工坊第一批学员要来，我把名单再核一遍。这些你还留着？当时怕弄丢记录，就都收起来了。这3年，你给我汇了这么多钱，我却到出狱那天才知道，也没多少。你在里面总得买点生活用品。珊珊，我欠你的太多了。别说这个，当年我最难的时候，也是你帮过我。人这一辈子，总得有人拉一把。这是什么？天一部公益工作场的股权和负责协议，从今天起，公益工坊这一块由你负责，不是打工，是合伙人。不行不行，我哪懂管理，我就是帮你跑跑腿。你不是跑腿，天一馆最难的时候，是你把第一件嫁衣抱到我面前，也是你陪我把第一间旧屋子扫出来。后来招人、管工坊、照顾女工，你哪一样少做了？可我学历不高，也没什么本事。你知道穷人怕什么？知道女人没退路的时候有多难。公益工坊要帮的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这个位置你最合适。天晴姐，你真信我？我一直信你。今天是第一天，不讲大道理，每个人先领一套针线。你们里面有人离过婚，有人带着孩子，有人没读过多少书，也有人被工厂辞退过。没关系，进了这里，先把头抬起来。我以前也觉得自己命不好，结婚当天丈夫没了，村里人背后说什么的都有，我也躲过，也怕过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命不是等来的，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。只要肯学，手艺就不会骗你。我们真的能靠这个赚钱吗？能，但前提是踏实学，不偷懒，不走歪路。天一坊会教你们，也会给你们第一份订单。珊珊说的对，天一坊能给机会，但路要你们自己走。谢谢沈总。不用谢我，以后你们靠自己的手吃饭，要谢就谢自己肯站起来。以后这里就交给你了，放心，我一定守好。有些人被命推倒过，可只要还有一双手，就能把日子重新缝起来。沈天晴，从今天起，不仅沈氏苏绣，还有你自己的天一坊，正式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也希望你把它继续传下去。顾氏集团将和天一坊共同成立女性手艺人扶持计划，从今年开始，每年资助100名困境女性学习刺绣和服装制作。天灵姐，好样的！3年前，我失去过厂、名声和孩子，那时候很多人都说沈天晴完了，可我后来明白，只要手还在，心不歪，人就能重新站起来。天一坊以后不只做衣服，也教人做衣服，愿意踏踏实学的人都能靠一针一线养活自己，也撑起一个家。沈家的针法不是只属于沈家，它属于每一个尊重手艺、愿意把日子过好的人。今天这第一针，算你们正式入门。妈妈，我会好好学。我也会，以后我也想教别人。好，但记住，学手艺先学做人。第一针不求快，只求正。妈妈，这样对吗？对。
原来一针落下去真的会不一样。一针看着小，可一针一针走下去，就能成一件衣服，也能成一个家。妈妈，明天我还想练针。我也是。沈总，你看，2个小徒弟比谁都积极。那就明天继续。天晴姐，都回来了？不是回来了，是重新开始了。金针不渡假凤凰，可只要心是真的，哪怕从废墟里开始，也能绣出自己的天衣。